这个穷屌丝喜欢上了一个肤白貌美的女神，使出浑身解数追到了她。然而，这个高富帅也喜欢女神。别看高富帅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私底下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。为了得到女神，铲除情敌，他派人绑架男主，然后用脚狠狠地踩死了他。看到这里，有人就要问了，男主都死了，这电影还怎么讲下去？别急，接下来就是屌炸天的神转折，电影史上最神奇的一幕出现了。只见男主的灵魂突然升空，然后附在了一颗卵上。是的，你没看错，真的是一颗卵，一颗苍蝇卵。男主重生了，但是很懵逼，我是谁？我在哪儿？再看一旁的兄弟姐妹，这才意识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苍蝇。很快，男主就接受了自己是一只苍蝇的设定，便要尝试起飞。这时突然爆发了洪水，好在男主及时弄开了翅膀，才逃过一劫。但这还没完，之后男主又差点被砸死、被踩死、被拍死。做人难，做苍蝇更难。就在男主历经千辛万苦转危为安的时候，他再一次见到了杀死他的高富帅。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男主一鼓作气，算了，君子报仇，10年不晚。这天，高富帅在家蒸桑拿，男主直接飞到了他的鼻子上，四目相对。高富帅做梦也不会想到，眼前这只苍蝇就是他杀掉的情敌，赶紧挤眉弄眼，想要驱赶走。这时，男主慢慢爬上了高富帅的脸，然后钻进了他的耳朵，开始嗡嗡嗡地扇动翅膀。高富帅顿时难受地不停扭动着身子，导致桑拿箱的轮子开始滚动，朝着浴室里锋利的箭头划去。男主被情敌杀了，重生之后，他变成了一只苍蝇。虽然变成了苍蝇，但依然爱着女神，尝试了各种方式出现在女神面前。可任女神脑洞再大，也不可能猜到面前的苍蝇就是自己喜欢的人啊。于是，当看到这只苍蝇不停烦他的时候，一巴掌将他拍飞了。没办法，男主只好默默在一边守护着他。可就在这时，高富帅情敌趁虚而入，让女神忘记男主，开始一段新的恋情。男主很气愤。高富帅不仅夺了他的命，还夺他女神，便开始想方设法的复仇。可他只是一只苍蝇，怎么报仇呢？于是他想到了作为一只苍蝇的优势所在，那就是烦死你。每天缠着高富帅，在他的耳边不停的嗡嗡嗡，弄得他饭也吃不好，觉也睡不着。这还不够，当高富帅开车的时候，为了干扰他，男主飞到了他的眼睛里，高富帅猝不及防，因此发生了车祸。但因为车子有安全气囊，高富帅并没死。男主为了警告他，在汽车玻璃上写下了几个字：我要杀死你。看到这一幕，高富帅彻底惊呆了，并对苍蝇产生极大的恐惧心理，整天抱着杀虫剂不撒手，无法靠近高富帅。男主回到了女神那里，看到女神因为自己的死成天以泪洗面，很不忍心。就在这时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用女神的眼泪在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并且告诉女神他是被高富帅杀死的。得知真相的女神决定帮他复仇，因为女神会做微雕，便给男主做了一副防毒面具，这样就不用怕杀虫剂了，还给他戴上了铁爪。接着又给男主做了几个健身器材，比如磁带跑步机、灯丝拉力器。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之后，男主彻底蜕变成了一个拥有8块腹肌的苍蝇侠。苍蝇侠男主继续不停地骚扰高富帅，想要弄死他。经过他的不懈努力，高富帅差点被杠铃砸死，差点掉下楼摔死，差点被火烧死，差点被刀割喉，差点被药毒死。可惜都是差点。面对男主的持续骚扰，高富帅开始了一系列的保卫工作。他将家里门窗通通焊死，实施360度无死角监控，还在门口装上了热感应器。别说是苍蝇了，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。无计可施的男主向女主寻求帮助，女主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她假装来看望高富帅，然后偷偷拧开了窗户上的螺丝。男主成功潜入，钻进了高富帅的衣服里，然后用铁爪在他的身上不停地抓出了一道又一道血痕。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苍蝇实在是太硬核了。
苍蝇会杀人吗？你肯定觉得不会，那请听我讲下去。高富帅杀害了男主，并且抢走了他的女神。男主化悲愤而投胎，转世变成了一只苍蝇，然后开始了日复一日的骚扰报复，令高富帅渐渐开始精神崩溃了。合同上签的名字都是苍蝇，就连去和客户谈生意也戴着头盔，不管苍蝇在哪都冲上去打，把大客户都打跑了。之后，高富帅去金库取钱，男主又开始骚扰他，让他输错密码，打不开金库。被逼无奈的高富帅只好拿出焊枪打开金库，却没想到意外引燃了金库里面的钱。一瞬间，他所有的钱全部化成灰烬。就在这时，高富帅突然意识到，这所有的一切都跟之前一个巫师预测到的一模一样。于是他再次找到巫师，求他帮忙。巫师告诉他，接着，巫师跟随高富帅来到他家，一通施法之后，门外的两只鸟瞬间长出了利爪，眼睛也变成了血红色。一声令下，他们冲进屋内，朝着男主飞去。情急之下，男主钻进了裤脚里，然后又从裤裆里钻了出来。谁知这两只鸟竟然会拉拉链，又追了出来。可他们再厉害，也不及男主的神仙走位。男主不仅成功躲过了两只鸟的攻击，还利用它们摧毁了高富帅房间里的安保系统，将高富帅和巫师困在了燃烧的房间里面，瞬间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。巫师不慎被地上的酒瓶刺死，而高富帅也被烟雾呛得奄奄一息。就在男主以为大仇已报，终于可以和心爱的女神幸福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高富帅竟然又被人救了出来。气急败坏的他调出监控，终于发现是女主和男主里应外合，把自己害成了这副模样。于是他气急败坏的抓来了女主，要挟男主现身。果然，看到女主被抓，男主只好投降，主动站在高富帅的脚下，让他踩死自己。谁知这个时候，兴奋的高富帅非要用当初踩死男主的方式再次杀死他。于是他脱掉了鞋袜，准备赤脚将男主踩死。就在这时，男主看到了旁边的绣花针，在高富帅即将落脚的时候，瞬间抬起了针，戳穿了他的脚。这让高富帅彻底爆发，直接拿着枪在家里一顿扫射，结果把整个家都给毁了。男主还是毫发无伤，再次拿起针冲向了高富帅，可没想高富帅顺手从旁边拿起了一块磁铁，意外的将男主抓住了。接着点燃了一根火柴，用火烧死男主，可没想到男主一个飞蝇扑火，冲进了旁边的火药桶里面，和高富帅同归于尽。整部电影可谓是脑洞大开，用一只苍蝇完成了一场复仇。虽然看似是一个无厘头的设定，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它的观赏性。抛开炫酷的特效和恰到好处的配乐不说，就单单创意而言，就足以碾压其他一些同类的电影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我是独立鱼，记得点赞关注，陪你看电影。